这个是奎萨迪拉 cheese。现在排队拿机票，还有 check in 我的 luggage。Go go go， 出发喽！在飞机上看日出，吃早餐就有一盒牛奶，然后小面包，还有一颗鸡蛋。早餐我吃的是炒面，它是榨菜肉丝炒的。看到陆地了，落地深圳机场，等下下午转机到北京。时间还有很多，就来麦当劳喝杯咖啡。我刚刚是重新办过那个托运行李，还有拿那个中转的机票。给你们看，这个桌子可以充电了。我点了一杯蛮普通的燕麦拿铁，可能在机场的关系，这个要27杯。我的航班被 delay 了，深圳这里下大雨，有点饿，我就买这个星巴克的黑芝麻贝果。它里面就有 cream cheese 的，这个比刚刚那杯拿铁便宜，这个是19块。外面还是下雨，原本我航班是2点多，然后它推迟到3点多，现在已经推迟到5点。还好深圳机场这个座位这里可以充电。现在是5点多，我终于上飞机了，预计到北京都要8点多。晚餐吃的是鸡肉饭。终于到北京拿到我的行李，我已经打车，现在要去找司机。家门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多，然后我刚办理入住。给你们看刚刚我拍的前台，就是这家泽飞酒店。room tour 我的房间。它这里就有一个洗浴台、洗手台。进是双床房。还有咖啡。基本上我订的时候是288人民币，大概就是160多马币一晚，然后它是包早餐的。床头那边可以直接插 USB， 然后这是灯，这是厕所，它是分开。还有给2个牙刷，然后梳子。这边还有马来西亚菜馆，耶！给你们看，这是馄饨汤。因为我楼下店已经关门了，然后我有点饿，然后就和东北人说，东北人就帮我点了个外卖。嗨，我现在吃一个点了外卖，就是馄饨汤。我今天是我飞机 delay， 就是我飞深圳是正常，可是到深圳它就因为深圳还没下大雨，所以它就 delay， 本来是2点多，然后一直 delay 下去哦，拖延下去就到5点多才飞。所以我来到已经是8点多，然后就要等那个托运下来。我拿行李已经是9点多，然后等车打车，然后回到酒店这里已经是10点多。然后10点多我刚到的时候，下面的楼下那些餐厅还有，因为它这酒店是在万达广场，然后它下面那边很多东西是，然后还有开。可是我放完东西进酒店，然后下回去的时候全部关了，麦当劳关了，所以就吃外卖呗。你再看吃什么？我觉得它应该是猪肉馅。OK， 就这样，明天见。刚转了一趟地铁，然后现在正前往我今日的第一个景点。我等一下就是要在这个天坛东门站下车，这应该就是检票口了。天坛公园还是要提前预约的，我是出发前4天在那个微信小程序里面预约的。它有分上下午入场，然后票价是34一个人。这有一个天坛公园的地图，然后我刚刚是从东门进啊，刚东门进来检票那边就不用排队，很多人他们选南门正门进，所以通常那边是排大队。可以看到天坛是在这座墙后面的，如果我买了34块门票是公园票加景点票，所以可以进去打卡天坛。天坛它存在的意义是古代皇帝
他们拿来祭天的场所。前面现在我走的去这座圆圆的建筑，它就是叫做祈年殿。真的很难以想象以前没有什么科技的时代是如何建造出如此精细的建筑，真是非常无比的华丽与精致。天堂公园这里的建筑群除了祈年殿，其实还有其他的古代建筑物，所以大家来这里的时候可以到不同的看看。大家来的时候拍的话可以看一下屋顶，因为连屋顶都是很美哦。哇塞，这个门这里看这个天堂真是巨美。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这整个范围它都是很对称。天堂公园打卡完毕，现在我要走出这个公园，然后去找地铁站。常在北京蛮有名的小吃豆沙奶卷。它白色部分是酸奶做的，然后里面就是裹着豆沙。整体口味来讲，它就是酸奶搭配豆沙，所以它是酸酸甜甜的。然后它酸奶部分它是带有沙沙，然后有点颗粒，它不是柔顺那一种。我吃的这家叫3元美元，然后它红豆沙部分是蛮甜的。现在我要来吃来北京的第一餐正餐——北京烤鸭。我吃的这家是紫光园，它是在前门大街大山栏分店。哇塞，这油亮的烤鸭真的很馋人。这鸭皮油亮的，而且还是有厚度的。其实它一上来我有点吓到，因为我只是点半份，我没有想到半份也是那么多。哇塞，这嫩的鸭肉。沾着甜酱一口下去，觉得好爽。然后我这份是88块，就没有包鸭的骨头。如果要吃鸭骨头的话，就是全份了。现在来包一个北京烤鸭啦。大家这一口下去真是无比10分超级无敌的幸福。这鸭皮还是有厚度的，吃下去还有一种猪油渣的口感，然后它就会在嘴里化开，沾白糖吃真是很赞。我另外有点这个老北京炸酱面，它的酱料还有配菜那种和面是分开的。先到这个老北京炸酱。配菜搞进去，它有给一个腌制的蒜，可是那个我不吃，我就没有放。它就是这样，然后疯狂的搅拌它们。颜色好像不够，再加一点炸酱。一口下去，它面是那种弹牙，所以会让人说不停。然后它炸酱的话就是咸口了，搭配这个紫色，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腌制过的萝卜丝，还有一些黄瓜丝，所以整体吃起来，那个炸酱它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腻的感觉，可是一口下去又有这种很清爽的食材在，就会让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无法自拔的一直嗦那个面条。这份老北京炸酱面的话，它就是26块一份。刚刚那餐北京烤鸭还蛮好吃的，一个人独享一份北京烤鸭加一个炸酱面，超爽。可是这巨饱，所以就现在在这个前门大街溜达。看到这家店蛮多人排队，就来买个冰淇淋。这一支它是10块人民币。这我没有拍到很多素材，可是它就个抹茶味蛮重的冰淇淋。柔顺度来讲，它没有很柔顺，因为它是有一点冰渣在里面。
前门大街打卡完毕，又是下一站。下一站我就是要搭去这个鼓楼大街，这一站就可以打卡到鼓楼，然后南锣鼓巷，还有什刹海这些著名的景点。现在我来到鼓楼这一区，然后这一个范围都是那种北京老胡同老建筑，这也是步行街，然后都是那种咖啡店、商店之类的。前面这座红色建筑就是北京鼓楼。鼓楼如果要进去参观的话，也是要预约，然后它门票是20。这就是北京很有名的什刹海，这是它的地图。操，我这样迷路了。虽然我刚刚看了它的地图，可是我还是不会走。我好像越走越里面，迷失在这个胡同里面了。终于看到什刹海了！刚我只是一直在胡同里面绕圈圈，我是穿过一家店，它是前后通了，我才出来这什刹海。什刹海不是海，它是一个湖泊，有一种杭州西湖的感觉。这里还有很多老北京三轮车可以体验。有点渴，我买了杯气泡梅子冰美式。我第一次喝这个组合的美式，我没有想到那么的清爽耶，好喝。那个北京特色小吃。现在我是从什刹海走去传说中北京必打卡的老街南锣鼓巷。这就是南锣鼓巷的整个范围。我感觉这里偏向观光步行街，它跟之前那个苏州的平江路很像，只是还是北京版的。都是比较偏向给游客购物打卡的伴手礼店比较多。野生不惑一家甜点店。这个甜点做到蛮美的，可是它分量其实蛮大，它比我一个手掌大。回到酒店，来开箱这个，就是刚买的面包店。耶！它袋子。它是芋泥碱水面包，它芋泥是奶油奶酪诶，就是 cream cheese 啊，我以为是纯芋泥，没有什么芋泥味啊，还 cream cheese 比较多。OK， 总结一下我今天是早上大概9点多出门，然后10点多，差不多10点，算9点9出门来，然后10点多到站，因为这里去那个景点要40多分钟。我第一个景点先去天坛，然后天坛是要预约，然后上面走就是它范围很大，就是到镇了，然后也是要走一段路才到那个拍照的景点那边。天坛那边大概待到12点多，然后12点多下午就去前门大街，然后就在那边吃了北京烤鸭，然后那边也是美食街啊，就可以溜达。之后前门大街我就去鼓楼，鼓楼那区也是很多步行街，然后有一个叫烟袋斜街，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叫南锣鼓巷。可是南锣鼓巷的话，它是比较观光特性的，它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去过上海，就是它跟南京路是差不多一样。然后之后的话，也是有去到什刹海，什刹海就很美一下，当然是还也是观光属性比较高啊。可是那边就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湖这样子，可是叫什刹海，然后那边就可以坐船啊，就很chill的地方。然后之后我就回来了，然后今天的步数走了2万步，就这样，明天再跟大家分享更多。